大家好，我是你们最美丽的治疗师 Jenny。我现在人在中南美洲的巴拿马，那终于有时间跟机会可以再多录一些影片，分享最近的一些学习心得。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就是不去在意别人的眼光跟想法，然后不被外在世界影响的这个部分。就是我自己最近在生活上有遇到一些情况，在工作上或者是其他领域会遇到，比如说别人的想法呀、见解跟观点和我自己不同。那我知道说，就是我自己或者是我身边看到的许多人，其实都是很容易被外在世界的人事物，或者是生活中的结果，去影响到对自己的评价或者是想法。那因为这一路有上过很多的自我成长的课程，也都知道说 OK，外在世界，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人，然后经历的事情，或者是别人给我们的一些回馈跟评价，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内在世界的一个显化。比如说，如果我的内在是非常的丰盛的，非常的自信，然后高自我价值的，那我从外在去收到的回馈啊，然后跟反应都会是比较符合这些内在的对话。比如说，可能会收到很多的称赞啊，说你很棒，你很好啊，然后我很喜欢你，我想跟你学习，你是我憧憬的对象，你是怎么样怎么样，就是我们内在跟自己谈话对话的方式。会在外在的世界去收到类似相同大概那个频率的沟通。OK， 那假设相反的话，就是比如说，内在的对话是我不够好，然后我很差劲，我怎么样怎么样不行，我是没自信的人，我没有价值。那同样的，在外在的时候，可能与其他人交流或者是经历的事件，就会是收到类似同等的回馈，可能会是透过不同的人在沟通对话的过程，会给予自己很多的否定啦，或者是比较负面的一些评价。那其实这些情况，就是外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，有时候不是那么的重要。我所谓的不是那么的重要，是因为外在的这些事情，我们经历的人啊、事件，它其实就是一个让我们可以去自我察觉的，算是提示。比如说，如果生活中真的很忙碌，然后很多事情一直在发生，没有这个机会去停下来，好好的跟自己相处，然后去理解说，我自己最近的状态是怎么样的？那其实可以透过生活上外在世界的成果、结果跟回馈，去审视跟检视自己现在内在的心理状态是怎么样的。就假设说，这段期间如果自己的状态都是好的，那就是会收到很多正向的回馈和自己，比如说是高自我价值感这一类的回馈。那如果反之就不是那么好的话，就是外在可能会有更多负面的评价。那我们可以做的就是说，比如说，从停下来的时候，从外在的世界去看到或者去收到不同的资讯的时候，去理解说，OK，我自己现在可能内在的状态是好的，可能是没有那么好的。那如果假设是好的，我可以去想，那我要继续怎么样怎么样做，我可以继续维持什么什么什么，就是去看说自己哪里是做得很好的，要继续重复做的。那假设说这个结果不是自己要的，可能没有自己的定义来说是没有那么好的，那也可以去想说，好，如果我自己现在的内在状态没有那么好，那我可以去怎么样的做调整。OK， 所以我这边想要讲的就是说，其实很多时候外在的世界就只是一个给自己的资讯，给自己的讯息呀，或者是提示。他们是可以拿来去省思自己，去调整自己跟注意到自己的状态的工具，而不是说，很多人可能会比较倾向说，这件事情发生了，说这个人说了什么，就把那件事情或者是那个人说的拿来定义自己
是一个比如说失败的人啊，不好的人啊，可能怎么样怎么样不够好啊这一类的。那其实可以更中立的方式，更中立的态度去看待这些事情，然后让自己是不会被外在的人的言语、外在的世界的状态，比如说自己外在的成果去影响到。我觉得这会是一个更好、更健康，然后可以让自己真的是去成长，然后是有更好的内在的动能去前进的一个方式。那就是在我这一路上走过来，其实我必须得说，真正可以做到完全不被外在的人事物影响的人，真的不多。至少我看见，然后觉得是可以做到的人，可能就2-3个这样。那我觉得也无妨，因为我那时候上过一个自我成长课程的导师，他说了一句话，我非常的认同。他说，人生是关于成为的那个过程。比如说，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会有个理想的自己的样子，比如说，态度啦，然后状态啦，社会位置啦，生活成果、财富的那个位置。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再去抵达成为那个样子的那个过程。那是我们的经验学习，然后也是算是经验值嘛，就如果有玩游戏的话，就是经验值，是那一个过程打造出我们自己理想的那个样子。那我的理解跟观点就是在成为的那个路上，好好的去享受，然后去让它有趣，然后在这个过程是越来越认识自己，越来越爱自己，然后再去成为的那个路上是越来越轻松的，然后越来越顺心的这样。对，那关于就是不被外在影响的这个部分，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当我发现自己被外在影响的时候，很有帮助的一个算是同理自己的方法，就是我会告诉我自己说，在每一个人的脑海里面都会有一个版本的故事跟见解。比如说我是 Jenny， 那假设现在有100个人看到我，这100个人脑海里的版本的 Jenny 都跟我的不一样。然后比如说我们今天100个人经历了同一个事件，我们会有100个不同对于这个事件的见解跟理解。那这个不一样其实是 OK 的，就是我们不需要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想法、同样的理解、同样的见解。也无法去控制所有人都用同样的方式跟理解去看待同一件事。所以当外在的世界和自己或者是别人的想法和自己不同的时候，不需要去被影响到，而是去认知到说OK， 这个人的想法跟我不一样，然后这个人有这个想法，我可以去想想看我自己对于他的想法有什么样的感受，或者是我认不认同，那我认同的有什么，我不认同的有什么，我自己想要透过这个人的分享去调整或者是改善些什么吗？这一类的，就不用那么的刻意的去坚持，或者是去把对方的话拿来定义自己，或者是外面发生的事情拿来定义自己是不好的，是怎么样的，而是更多的就像 OK， 我收集资讯来了，我去整理完之后 OK， 那我要什么，我专注在我要的东西上面，然后持续的让自己去创造自己要的东西，然后持续的去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。 OK，那这就是今天这个影片的分享，期待说这个分享要带给大家一些新的启发呀，或者是想法，也祝你们在生活中玩得愉快，谢谢。那下次我会再发布其他的分享。